全线拉满的冷血旗舰。好的，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alme 红米刚刚发布的 K50宇宙里面的第一款机型电竞版。之前在 K40的时候，它的那个游戏版本呢定位没有那么高，这个电竞版应该大概差不多是它这个系列里面最高的一个版本。所以这台蓝色版叫冰斩，是它的标准版。那个 ID 设计大家早就已经见过了啊。这里还有一个和奔驰 AMG 合作的特别版本。不关正题，小白测评，咱们马上开始。这期我们的老伙伴86就暂时下线这个是他邀请函里边送的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 AMG 的一个 F1 赛车的模型，里边这个赛车手正在举手它这个版本呢叫冠军。 MG 版和标准版的配件上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氮化钾的，体积要更小一些，但是标准版这个明显要大出来一些。然后充电线上的标准版这是 USB， 然后这边是这个 C 口 L 型的这个游戏嘛方便你握持。普通版就没有了，就是一个双 C 口的数据线。除了这个体积之外，我感觉这标准版的充电线更适合打游戏红米可能觉得买 MG 的不打游戏吧。整体的 ID 设计风格方面呢，其实跟上一代是比较相似的，包括它摄像模组整个的风格。这次呢，它是在摄像模组两边呢也加入了2个三角形这种收腰风格的处理，加入了氛围灯，然后侧边也是同样的手动的磁控按键。然后边框上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它这个扬声器的开孔，正面握持的时候是在你的右手边，两边都是这样你在横屏打游戏的时候正好不会遮挡到。这个设计上是值得点赞的。这个开孔外化呢，明显是做了设计的，说是这个跑车风格和 MG 进行合作嘛，里边也是4个单元上下对称式的扬声器。我们先来听一下。除了这个蓝色的冰斩，我们还有一个银翼配色。个人风格上，我觉得这个蓝色更加年轻化一些，真的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然后那个银翼呢，感觉更有科技感一些。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MG 的版本同样是 MG 的风格配色。然后它底下呢到上面做了一个渐变，下面是有点类似于碳纤维的一些纹理，它还是这个 A 级玻璃然后慢慢渐变到上面变成了一个银色，很有科技感。这里还有一个奔驰 AMG 的专门的徽标，非常漂亮。包括它手的两侧都有一些类似于碳纤维的这种印花处理。这个 AMG 的版本呢，里边是有一辆赛车的就是这辆的一个剪影。标准版默认的也是一个机甲风格的壁纸。正面呢，你猛的一看感觉是做到了4边等宽，但是它不是特别的窄。不过这个视觉冲击力我觉得也是 OK 的仔细看的话呢，它下巴会感觉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这台机械照它的大哥我觉得有一点做的比较好，就是它的内外 R 角顶部和底部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已经给你尽量做的相同了。8.5毫米的厚度，但是因为它两侧做了这种微曲面的收边处理，所以握持的时候手感还 OK。然后重量方面也过200了210。电池呢给了你4700毫安时的电池，在数据环节我们会展开。镜头凸起的部分呢，因为到8.5毫米了嘛，这个并不算太多可以接受。这次在工艺上还有一个细节，当然也仅限于我们手里这3台这个我们小伙伴体验完了之后，感觉这次按键的松动情况照上一代呢是有改进的，就没有那么松垮了，比较紧实。如果你之前是 K40的用户，在拿到这台手机刚一打开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知，就是这次的屏幕是有提升的。它依然还是来自华星光电的一块国产屏幕，但是国产屏幕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提升确实非常大国产 YYDS 这台机器的表现呢也挺不错的。这个类钻牌它也支持1920的高频 PWM 调光，120赫兹，还有395的 PPI。在日常使用中呢，我们是把设置里边这个真彩显示给打开的，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开一下，它是根据环境光源呢自动调整屏幕的色彩。核心配置方面呢，还是851的这套组合8帧万呢，之前不管是横屏还是单体侧屏，我们已经出了很多了。这次邀请函里边呢，除了这辆跑车，还有给你展示了关于散热方面这台机器的一些配置感觉做的还是挺精致的所谓的冷血旗舰调教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上一代的游戏版用了天玑200，被调侃电竞了个寂寞这次骁龙8加 UFS 3.1，对比上一代也升级到了 LPDDR5。米系真旗舰的红米这次 Geekbench 5 CPU 单核得分1230，多核3742。GPU 方面，3D Mark 综合得分10261。存储方面，持续读写1920，实际写入1389。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数据库里面年前的各种骁龙8。娱乐兔综合跑分101万加。纸面数据总结，与老
老大哥12 Pro 差距不大，正常骁龙8的水平。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93秒，这个前期的版本在日常使用流畅度方面还不错。续航方面，4700毫安时电池，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54%，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结束之后。又坚持了170秒啊，这个续航表现非常一般。但好在搭载了120瓦快充，在系统设置中打开默认使用快充加速功能。对你拿到手啊，需要单独打开一下啊，不知道为啥这个设计。实测前台充满17分钟，这个版本下完全充满用了21分钟。在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的游戏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这颗超大马达的优势啊，针对性的适配也做得比较好，内部小伙伴体验反馈震感相当不错。游戏方面，体验的这个版本整体表现一般，可能也是前期优化问题啊。数据仅代表我们手上这些机器目前版本下的表现，给大家打出来。低负载王者荣耀60帧，整机帧率基本平稳，整机功耗3.28瓦，这个功耗不算低，跟 iQOO 9并列第一。中负载和平精英90帧，整机平均89.2帧，波动仅为1.2，比较稳定，平均功耗4.61瓦，在骁龙8中还算不错。温度方面，1小时中最高温度43.8摄氏度啊，这个项目比老大哥确实要好了不少。但在高负载测试下，原神平均53.2帧，还不错是吧？但帧率不是很稳啊，波动31.4帧，机身最高温度46.1摄氏度啊，这个温度表现还是挺不错的。不过功耗也不算太低，整机功耗5.99瓦，看得出来对原神的优化还是有的啊，但还有进步空间。原神的分辨率情况则是非 iOS 阵营的正常水平啊，还是一张表格给大家总结一下。毕竟是电竞版嘛，肯定要上极限测试。光明山脉表现中规中矩啊，平均43帧不算太高。功耗6.52瓦，最高温度到了48摄氏度，没过50度。这个电竞表现满分10分，你给几分呢？可以评论或者弹幕。整体而言，毕竟骁龙8嘛，比上一代的1200肯定是有提升的，但目前版本跟其他的骁龙8机型相比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体验最好的应该就是这个实体键键了，确实挺游戏的。影像方面，作为主打电竞的手机，自然配置不会太高啊，主摄搭载 MX686啊，一颗源远流长的 CMOS 了 ，K30时代的，没有光学防抖，但调教久了也得益于骁龙8的 SP 提升，白天随手拍的体验其实还不错，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成像质量也都可以，砖块的细节保留也不错，色彩偏浓郁，风格比较讨好眼球，适合直接发朋友圈。相比于上一代的扫码级水平有了一定提升，广角端质量一般，风格也是偏向于浓郁。室内场景方面，光线就没有那么充足了啊，这个表现就很一般了。在夜景上和老大哥的差别，这一下就出来了，也体现了光学防抖的重要性。K50电竞版随手拍很容易糊片，广角自动模式下几乎不可用。影像总结，毕竟主打游戏啊，影像期待也不会太高。相比于上一代扫码机，这代进步还是有的。对比其他的游戏手机表现还算不错，白天算是够用，再多要求就算了。OK， 其他细节方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能感知到的一些提升，就是它这次红外是有加强的，照前代啊，也就是传输的距离啊、覆盖的范围啊都会更好一些。然后这台机器呢是并没有无线充电的，也提醒你注意啊，也没有防水防尘。当然 K50系列的这个性价比呢一直还是有一些保障的啊，我们现在盲猜呢是3000到3500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这 MG 版本具体多少我们还不知道。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知道价格了，可以走波弹幕。OK， 简单总结一下，开头我们说啊，这个目前呢，我不知道它后面会不会有这个 K50 Ultra 啊，这个更高的一个版本，但是现在这个电竞版呢应该是最高的，都和这个 MG 来进行合作了，是吧？但是它在一些配置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并没有拉得特别满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价格到位啊，一切都 OK。其实相对于小米和红米来说，这几年大家感知比较强的，认为发展比较好的，可能更多的会觉得红米会更深入人心一些，因为它性价比的这个属性确实做的一直都不错，也着重要夸奖一下啊，就是它在入门机型上的一些表现啊，这个红米一直都是在做啊，并没有这个放弃掉啊。这台 K50电竞版在我们前期的体验测试之中呢，中规中矩吧，可以用这个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基于它的价位段，基于它的品牌属性，是一个比较水桶化的一个机型。OK 啊，这台机器满分10分的话，你给几分呢？可以走波弹幕。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还有就是留给手机厂商的汽车厂已经不多了啊，请大家赶紧抓紧。